Hello， 大家好，我是子欣。那很多朋友最近有在跟我说，子欣啊，那个阿里巴巴商城的价格为什么要比拼多多贵那么多呢？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子欣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为什么说咱们在阿里巴巴看到的价格呢，会比这个拼多多上的价格要贵很多？那大家都知道，首先第一个。大家可以去看到，就是我们在拼多多上一般比较便宜一点的东西，比如说几块钱的，对吧？这个什么2块、3块、4块、5块、6块包邮的，那么大多数呢都是我们俗称当中的，就是生活当中所需要用到的一些小产品啊。那这样的内幕呢，大多数呢来自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居家日用啊，那这些产品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的。那么能够做到这么低的价格的呢，一定是他自己就是厂家。为什么？大家思考一下，假如说我们一个单品3块钱或者4块钱包邮，对吧？暂且我们不论运费是多少，那么产品本身它是属于什么呢？如果说你的成本是拿货就要1块2块了，那是不是你根本就不可能去定3块4块钱的这个价格啊？那只有你的生产成本，比如说几毛钱 ，OK， 那这个时候我去定个3块4块，那可能还有几毛钱赚，对吧？所以呢，一般我们再去做这种内幕几块钱包邮的，大多数呢背后都是自己能够去生产、能够去供货的。也就是说，有一个能够自己控制这个价格调的话，能够保证货源稳定的一个厂家。好，那么这个厂家呢，它又开通了，比如说它开通了这个拼多多，也开通了阿里巴巴还有可能它开通了其他平台。那么在这里面怎么去保证它在拼多多上的这个价格优势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拼多多我们主要是以什么为主呢？以性价比为主，对不对？以活动为主。那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大内幕，基本上上活动的都是用咱们现在话说，都是一些吃的、穿的、用的、跟我们吃穿用度有关的这样的一些生活的必备品。那同时呢，也是我们所讲到的大内幕。所以为什么经常跟大家讲，就是咱们这个小卖家一定不能够去做大内幕，或者说一件代发，朋友尽可能规避大内幕。很简单，首先第一个，单从价格方面人家是一手货源厂家，那你呢？你可能是2手、3手，对吧？所以价格拼不过别人。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资金，那资金呢，可能你也跟不上，对不对？那么这样呢，都会导致你操作这个内幕的话会失败。所以就是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二个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小卖家或者说做一件代发朋友们，尽可能的不要去选择大内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回归到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它既然要保证它在拼多多上的价格优势，那么它在其他平台价格肯定会高比如说阿里巴巴，比如说淘宝或京东等等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所看到的，就是就是阿里巴巴的价格呢会比拼多多上贵那么多那就是综上所述，这些就是原因。好，那接下来呢，子欣带着大家来去这个实操一下，就是告诉大家那咱们呢怎么样去通过一些渠道去了解货源，去找到我们的这个比较好一点的、优质一点的货源。好，那么在这里头呢，给大家呢准备了一份这个干货资料。那么这个干货资料呢，其中有包含，比如说新手必学的规则。那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很多朋友说做拼多多容易导致罚款，对吧？那你学会这些规则，你就可以很好的去规避它。那还有朋友，比如说我做店过程当中，我现在本身已经这个宝贝已经上架好了，前期准备工作也准备好了，那我缺的呢可能就是一些推广或者是运营或者是活动等等好，那这个呢是我自己在做店铺过程当中呢，就是总结出来的一些实操性的一些这个操作文档。那么大家如果说想要的话可以转发我的这条视频，然后呢点击我的这个头像，然后私信回复我资料2个字就可以了。那么这里头呢，我就会把资料发放给到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货源该怎么去找好，那么在我的资料里面呢，还有到一个叫做货源网址那么货源网址呢，其中就包含，比如说像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童装，对吧？还有服饰鞋包、女装各类等等。好，那在这里面怎么去找呢？就是大家第一个，你们可以通过我们刚刚所讲到，就是我给大家所提供的这个资料这个货源网站，然后我们可以去找这个
去找这个货源，这是第一个途径。那么第二个途径是什么呢？第二个途径就是大家可以，比如说，我是举个例子，比如我是湖南的，那我就可以去做我们比如说湖南的一些当地的有特色的一些特产或是农产品，那这样的产品呢，第一个我是有地域优势的，对吧？因为我是湖南的，那我知道自己的家乡特产有什么，以及这样的特产它的这个产地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所讲的第二种能够找到货源方式。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去勤快一点比如说做服装的，我们可以去跑档口，对不对什么广州13行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去走走，去看人家档口里面什么货走得比较俏，对不对？走得比较好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还是我们所讲到，就是跑产业带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在你的这个省份里头，哪个地方它是属于产业带，那你可以去问一问，去聊一聊，这都是 OK 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说经过朋友介绍，我家亲戚或我家朋友在做这个货源 ，OK， 那这个时候我来结合考察一下我的这个市场，我来看一下这个数据，这个产品我到底能不能够做？那以下的这4种呢，都是我们去寻找货源的一些好方法那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